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11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热点。美国4月份通胀率8.3%，接近40年高点。周三，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称，4月份通胀率再次上升，继续攀升，将消费者推向边缘，并威胁到经济扩张。消费者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广泛指标，比1年前上涨了8.3%，高于道琼斯估计的8.1%的涨幅。这比3月份的峰值略有缓和，但仍接近1982年夏季以来的最高水平。除去波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所谓的核心 CPI 仍上涨6.2%，涨幅低于预期6%，给通胀在3月份达到顶峰的希望蒙上了阴影。环比涨幅也高于预期，整体 CPI 为0.3%，而预期为0.2%，核心股增长0.6%，而预期涨幅为0.4%。价格上涨也意味着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应缩减。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环比下降0.1%，尽管名义上平均时薪增长0.3%。在过去的1年里，实际收益下降了2.6%，尽管平均时薪增长了5.5%。通货膨胀一直是 COVID 大流行早期开始复苏的最大威胁，并使2021年经济达到自1984年以来的最大单年增长水平。加油站和杂货店的价格上涨一直是一个问题，但通货膨胀已经蔓延到这2个领域之外，并进入了住房、汽车销售和许多其他领域。美联储官员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今年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已经加息了2次，并承诺在通胀率降至央行2%的目标之前加息更多。然而，周三的数据显示，美联储未来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本月能源价格下跌2.7%，包括汽油价格下跌6.1%，但 CPI 上涨。BLS 食品指数在4月份上涨了0.9%，抵消了能源的减速。根据未经调整的数据，在12个月的基础上，能源成本仍上涨了30.3%，而食品价格上涨了9.4%。本周，加油站的汽油价格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住房成本的持续上涨。住房指数约占 CPI 权重的1/3，又上涨了0.5%，与前2个月的涨幅一致，每年上涨5.1%，为1991年4月以来的最快涨幅。虽然最初的反应是负面的，但报告发布后，股市是积极的。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推动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3.02%。市场一直在寻找迹象，表明3月份8.5%的 CPI 数据将标志着大流行时期通胀的峰值。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商务旅行和度假，机票价格继续攀升。根据未经调整的数据，本月价格上涨18.6%，比过去1年上涨33.3%。汽车销售也是通货膨胀的一大因素，因为供应链问题，特别是对汽车操作系统至关重要的半导体问题，推高了价格。二手车价格环比下跌0.4%，但新车价格上涨1.1%。过去1年，这2个类别的价格分别上涨了22.7%和13.2%。4月份，部分食品产区的价格也大幅上涨。在禽流感恐慌中，鸡肉上涨3.4%，鸡蛋飙升10.3%，而培根上涨2.5%，早餐麦片上涨2.4%，火腿价格下跌1.8%。美联储最大的担忧之一是，美国人可能会开始预期长期高通胀，这可能使价格上涨更难得到控制，因为这种预期可能是自我实现的。如果美国人预计成本会上升，他们可能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反之，这些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会迫使公司收取更多费用，从而加剧通货膨胀。持续通胀对于那些可能被推入生存模式的低收入者来说，这种影响将是最严峻的。
有钱人更易感染新冠病毒，至少比尔·盖茨也感染了。比尔·盖茨的 COVID 检测呈阳性。周二，这位66岁的慈善家在推文中宣布了他的诊断结果，并解释说，尽管接种了疫苗，也接种了加强针，但他的检测结果仍为阳性。他写道：“我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阳性，我正在经历轻微的症状，并遵循专家的建议进行隔离，直到我康复。我很幸运接种疫苗，并获得检测和良好的医疗服务。”盖茨已承诺至少17.5亿美元用于全球应对 COVID 大流行，其中包括对疫苗、诊断和治疗的支持。你可以申领加拿大工人福利吗？联邦政府在2021年更新了加拿大工人福利 CWB， 今天，超过300万加拿大人现在有资格获得可退还的税收抵免。加拿大工人福利金已经到位，以帮助补充低收入的人。对于符合条件的加拿大家庭，他们最多可以获得2400加元，而符合条件的单身人士可以获得最高1400加元的金额。谁有资格申领？加拿大政府已将工人福利的资格要求列为以下人员：赚取工作收入，全年都是加拿大居民，12月31日年满19周岁，或与配偶或同居伴侣或子女同住。以下人员则没有资格获得加拿大工人福利金。作为全日制学生，在教育机构注册超过13周，除非在12月31日你有合格的抚养人。1年中被限制在监狱或类似机构至少90天。没有在加拿大纳税，因为您是另一个国家的官员或公务人员，或者是该人的家庭成员或雇员。补贴的金额是多少？加拿大工人福利金目前分为2部分，基本金额和残疾补助金。加拿大政府正向收入不超过以下标准的人提供工人福利金：年收入32244加元，单身加拿大人，没有子女；年收入42197加元，单一收入者家庭；年收入56197加元，双收入家庭。加拿大人可以获得的基本最高金额为单身人士1395加元和家庭2403加元。对于加拿大家庭，如果您的家庭净收入超过26177加元，则金额将逐渐减少；如果您的家庭净收入超过42197加元，则不会支付任何金额。单身人士和家庭的残疾补助金的最高金额为720加元。有资格获得可退还税收抵免的加拿大人应在完成个人所得税的同时申请 CWB。加拿大人可以提前申请一半的工人福利金，通常付款在1、4、7、10月的第5天发出。此外，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也可以考虑通过此在线表格申请加拿大工人福利。中国批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言论不负责任。外交部回应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有关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的评论，并严厉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的言论不负责任。谭德赛说，当我们谈论零 COVID 时，考虑到目前病毒流行趋势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我们认为它是不可持续的。周三，该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每日通报会上说，我们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多了解事实，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赵立坚说，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的防控措施科学有效，中国是世界上疫情防控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这在国际社会中是显而易见的。周三，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吴焕宇重申了该方法在消除逐渐减弱的疫情方面的重要性。他告诉记者，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放松防控措施可能会让病毒反弹。世卫组织突发事件负责人麦克·瑞安也加入了谭德赛的行列。他说，所有大流行控制行动都应表现出对个人和人权的适当尊重。各国需要平衡控制措施对社会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这并不总是一个容易的标准。
中国高级医疗专家团队最近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布的报告中写道，中国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于战胜疫情、争取时间提高疫苗接种率及开发新疗法仍然至关重要。中国医疗专家说，上海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得封控无法避免。在文章中，包括上海市政府新冠疫情顾问张文宏在内的医疗团队表示，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一座开放的城市，上海与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之间存在大量交流，因此一旦病毒蔓延到其他地方，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他们说，上海和其他城市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将有助于度过目前全国人口免疫屏障上薄弱的短暂阶段。中国超过88%的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但若是老年人的接种率要低得多，仍有约4900万60岁及以上的老人未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期刊上发表的由高级政府卫生顾问梁万年等人撰写的一篇文章指出，动态清零政策仍然是防止中国医疗资源挤兑的必要条件。中国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为未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中国必须抓住机遇，开发更多的药物和疫苗。周三，上海报告的每日新病例数已从4月中旬的峰值26000例降至不到1500例。又有7例与 COVID 相关的死亡病例，使疫情爆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560人。在首都北京，居民需接受大规模检测，以防止像上海那样的重大疫情。该市周三报告了37例新病例，已经锁定了个别建筑物和住宅区，关闭了约60个地铁站，并禁止在餐馆用餐，只允许外卖和送货。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